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毅的历险记不只是角色的81难，缘分这种东西很神奇，有时候一刹那的决定就是天差得远。前一段时间，在网上偶尔看到关于电视剧《莲花楼》的评论，对这部剧不了解的我产生了一丝好奇。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朋友却说他不太喜欢这部剧，觉得一般，看了个开头就没再看了。一向听劝的我，本来准备放弃追剧，但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还是打开了 APP 看了起来。追完剧之后，不忍感慨，还好没有听劝，不然如此精彩的剧就真的错过了。也因为这部剧，我才真正的注意到了演员成毅。最先吸引我的是《莲花楼》中李莲花的配音，就像李莲花的性格一样，张弛有度，惬意不乏韧劲，随意又坚定，给人的感觉好不一般的舒服。也正是角色和声音的完美贴合，才成就了李莲花这个角色完美的演绎。而后才知道，配音就是成毅本人。实在是太喜欢成毅的声线了，忍不住开始考古他的作品。他饰演的角色，一如广大网友所说，最惨吐血男主莫过于他。看了几部剧，几乎每部都是惨虐，几乎每部都吐血不止，看得让人忍不住心疼。虐归虐，但他饰演的很多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，每一个角色都会给人不一样的惊喜。山河月明里的少年朱棣，那种敢作敢为、无所畏惧的少年感，被而立之年的成毅拿捏得刚刚好，多一分会浮夸，少一分则不足，他做到了。底线里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法官，职场的转变与历练又让多少人都共了情。沉香如屑里，成毅一人分饰三角，整部剧看下来，明明都是一个人饰演的，可就是不一样，每一个角色都是完整的独立的个体。应渊的沉着冷静、庄重气概，唐周的少年英气、果敢英勇，还有那让人欲罢不能的玄烨，作为邪神，却拥有100%的魅惑值，再加上成毅原声的加持，这个角色在我的心里真的封神了。任谁都不会想到由成毅饰演的这个角色在当时是剧组的临时起意。莲花楼的李莲花、李香怡，看过之后，谁不会说一声成毅吃透了这个角色？仿佛和他一起经历了大浪淘沙、生活洗礼，敬佩他的巅峰，理解他的平凡。成毅的演技不是用流量堆积的，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过来的。喜欢他，感叹他帅气的颜值；喜欢他，沉迷他温柔有磁性的声音；喜欢他，佩服他入木三分的演技。而这一切的一切，在认真的了解过成毅之后，都归于了平淡。他更深层的好，更胜过了所有。他不是李香怡，从高峰而来，也不是周易安，有师傅的保护。成毅走到今天，已经走了12年。10几岁，一个人北上来到背负着梦想的北京，远离故乡，远离亲人，远离朋友。从决定走上演员这条路开始，他便是背水一战。没有资源，每一次的出演机会都在努力为自己争取，一遍一遍去试戏，甚至经常会面临开拍之前被换掉，他都不会气馁。男孩子嘛，多吃点苦不算什么，可他让自己承受的真的不只是多吃了一点苦。不管戏份有多少，他都会很细致地琢磨角色，哪怕4个月自己只有10几场戏，不拍戏的时候，他都会跟到现场观摩其他演员前辈的演技学习。2025年，在综艺1年级里有一个片段，因为没有出演机会，成毅和吊威亚的工作人员一起拉绳子，手被磨破划伤，节目组给了他一副手套。他毫不犹豫就把手套让给了其他没戴手套的工作人员。看着认真的他，导演给了他一个男主替身的角色，
从台上往下摔，一遍又一遍。当导演戏谑着说：“可不可以把海绵垫拿掉试试？”生摔啊，那就是。程毅反应了几秒之后，就应声答道：“我可以的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什么都没在怕的。”就是这样的他，刚出道的时候，经常被一些导演、制片人否定，说他没有演员的天赋，努力也没有用。当你一直努力往上走，依然没有看到光亮的时候，这种声音有多么可怕！追过梦的人，谁不曾有过这种感受？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！如果迈不过去这个坎儿，那可能就是一次人生的凋零。程毅也曾质疑过自己，他接受不了的是，你可以告诉我哪里不行，我会改正，但这种直接下结论的否定，太让人无厘头了。质疑过后，他选择的是继续前行，自己坚定的梦想又怎可以被随意智慧呢？如果自己不相信自己，还怎么能走下去？于是他摆平了心态，更加勤勉、努力、刻苦。他要证明自己可以，他要让自己做到最好。看那些明星总是光鲜亮丽的，可看到曾经的程毅却让人心疼。日常的睡眠不足是他的写照，有时候在高空吊着威亚，都会趁着间隙打个盹儿。中暑、受伤、骨折什么的，为了不耽误拍戏进度，只要还能走，打着石膏也要上，从不会离开。拍武打戏的时候，他的第一选择也从不会用替身，只要自己经过练习能够达到要求，不管多么危险都会自己上去挑战。看拍戏花絮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没事，不用刻意在意我，该怎么弄怎么弄。”为了拍戏的逼真，他给出自己最大的承受力，可以打，可以摔，可以狠。为了不让工作人员为难，他都会提前告诉他们，放开了来。他就是这样，对他人无限的好，对自己无尽的狠。也就是这样的严苛，一点一点沉淀了他。对于每一个角色，他有多认真，看剧本，看原著，写人物小传，分析角色。每一次进入新的角色，他都会神形合一般的与角色做到统一。为了能够更好的契合角色，会经常和导演、编剧探讨自己对角色的礼节与细节的沟通。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小动作，他都在小心翼翼地思索着。对于李莲花，他理解的是莲花楼，是李香怡对江湖的怨爱，一场漫长的告别。从李香怡到李莲花，逆行式的人生，他没有去俯视众生，而是去直面自己。他在自己的江湖选择了放下，懂得了生活，懂得了人，懂得了众生，慢慢让自己成为了众生。对于应渊和唐周，他对不同的人物性格诠释了对爱不同的表达方式。对于玄烨，他会在细节里一点一点扣出来父亲与儿子的感情，用每一个细微的眼神和动作，精准地去把握角色。也正是他对角色深刻的理解，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的演绎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好的程毅。他热爱演戏，也把演戏当做了毕生的事业。最近几年，因为作品成功出圈之后，经常会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趁着热度多参加一些综艺？可在他看来却是自己脑子有点笨，总是搞不懂游戏规则，不想影响别人。他总说自己不是很聪明的人，做不了一心二用，能认认真真好好琢磨角色，觉得就足够了。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与努力都用在了雕琢演技上，但为了宣传作品，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节目里的他慢半拍，懵懵懂懂，经常欠费的互联网2G 用户。也是这样的他，让很多人喜欢，也不禁让人感慨他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但这个少年，他又活得很通透，欣赏他对生活的态度，欣赏他对待事情的看法。10几年如一日的付出拼搏，程毅从未想过要达到怎样的高度。他总是说，生活嘛，就是用来享受的，享受当下，做好每一步就够了。
他在努力地过好每一天，不想过去，也不想未来，只要当下做好自己，足矣。在演员这条路上，他过得很辛苦，但也很享受。在他看来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过程的辛苦是给予自己磨练的成长。只要自己还可以去追求梦想，这便是最大的幸福。他从来不给自己设限，只是在一次一次地超越自己，一次一次对自己严要求，每一次突破都是挑战自己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成功是很了不起的，但是你能放得下，我觉得同时也是了不起的。生活是一场挑战赛，开场之后就是不止步地迎难而上。有时候诚意也会钻牛角尖。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拍戏感觉不到位，总会和自己较劲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自己怎么都要想明白，想不明白就继续想。但在漫长的演艺之路上，他学会了在角色里寻找力量，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放下不必要的执着，因为人生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。他有认真的在做这件事，改变自己，找到自己，救赎自己。就是这样美好的追梦人，在这漫长拼搏的路上，诋毁与谩骂从未停止。2025年，因为流离被更多人熟知的他，一场云歌会的恶意剪辑，被指不尊重女演员，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恶评。因为一些剧方的宣传操作，被其他艺人的粉丝拉踩，让他遭受长时间无辜的抹黑。还有恶意诋毁他的人，嘲笑他的颜值，恶评他的演技。看着那些黑评，作为普通人看了都觉得喘不过气的愤恨，很难想象他在承受着怎样的打击。在走红的路上，他遭受着相当分量的冲击，可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他却选择了默默承受，不去解释，待到真相澄清的时刻，早已遍体鳞伤。所以看着他的过去，真的很难让人不心疼。是啊，他饰演的角色总是顽劣，可程毅本人何尝不是在经受着生活的9981难？好在他真的一直在自我消化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用平常心面对生活的重击。他做到了，所以就算外界的恶意永远不会停止，他也用最好的状态走到了大家的面前。作为爱他的人，能做的就是一直默默支持他，守护他。岁月缱绻，美好总会悄然而至。未来的路不知还会怎样，但是程毅会勇敢地闯下去。谢谢你的坚持，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美好的你。程毅，山高路远，未来无限，爱你的人会一直爱你。加油，追梦人！